北京330公交车灵异事件，曾是90年代街头巷尾谈之色变的事件，而且等打开公交车邮箱时，里面加的是人血。95年330公交末班车上只有4个乘客，司机和售票员就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。突然出现3个人挡住了公交车，奇怪的是3个人还穿着诡异，2个官兵装扮押着一个犯人，3人上车一言不发地走到最后一排座位。车上的众人似乎对3人的装扮有些恐惧，车里的温度都降了5、6、7、80几度，总觉得阴森森的。售票员为了缓解气氛，就说几人肯定在圆明园拍戏喝醉没换戏服，这才让车上的人慢慢放下戒心。没过几站，一对情侣就下车了，车上就剩老太太和一个眯着眼休息的小伙子。老太太就有意无意地总回头看后排坐的3个人，3人从上车就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。老太太越看心里越发怵，随后站起来就掐着前面休息小伙子的脖子，大喊小伙子偷她的钱。小伙子都懵了，开始和老太太争吵。老太太一口咬定就是他偷的钱，拉着小伙子的手让司机停车，说要找警察评理。司机就在站点把2人放了下来。老太太看着司机拉着剩下的3个人开远了，小伙子着急回家，就催促老太太去派出所，可老太太却让小伙子感谢他，说自己救了他一命。老太太就说自己在车上回头9981次，确定最后排那3个人没有腿，接着就让小伙子报警。等警察找到这辆公交车时，车在距离路线300多公里的密云水库打捞出来了，打捞出来的还有司机和售票员尸体，加上3具完全不符合时间的高度腐烂的尸体。奇怪的是，等警察打开油箱盖时，发现里面竟是血液。等调取沿路的监控时，竟没有任何监控拍到330公交车。我是个死变态，从小就喜欢穿别人的2手衣服，由于学习不好，就辗转在工地打3工，趁着工地没开工，就在附近瞎溜达。我看到有个卖2手衣服的，就斜摊，低头看了看脚上已经脚底磨穿的2手鞋，就盘算着喜提一双。老板热情地给我介绍，卖旧鞋是工地附近特有的一种买卖，都是别人穿过的鞋子，经过修修补补，看上去显得比较亮眼，大多都是干活图便宜的，更不会有人去想鞋子的来源。最终和老板软磨硬泡，用10块钱加自己的旧鞋置换一双。我高高兴兴回到工地，就看到几个工友在刷墙，墙上用红油漆写的几个大字。我常年干工地，自然明白这是工人找老板讨薪的常用手段。可当天晚上就出了事，我完全不记得当天发生的什么事，都是工友讲给我的。我晚上睡下没多久就突然坐起来了，起初几个工友以为我要方便，可给我打招呼我没回应，几人就感觉我神情不对劲，虽然是往外走，但好像是梦游一般。几个工友担心出事，就跟在我身后。我径自的走向还没开发的荒地，一个工友就在后面想拦着我，却被另一个工友给拽住了，说梦游可不能被吵醒，要不然醒来会被吓傻。几个人就跟在我身后看我到底要去哪，直到走到一片垃圾堆，我跪在地上开始用手挖土地。等几个人走到我身边，我双手虽然已经被抓破，但是也没有停下，他们担心我出事，就准备拉住我。这时才发现我在土坑里挖出一张人脸。几个工友把我拉起来后就赶紧报警，听到消息的工友也都凑过来看热闹，我也被当成第一嫌疑人带到警局。可我对自己夜里去挖尸体的事情没有一点印象，尸体的身份是之前在工地干活的老李，老李的媳妇并不认识我，但认出我脚上的鞋是老李的。最后找到真凶是老李工地的老板，老板因为偷工减料墙体倒塌，把正在干活的老李砸死了。老板用钱堵住在场的几个工友，又把老李的尸体埋到垃圾场。老李的家人也来工地闹过几次，但找不到人，只能以失踪处理。可老李的鞋为什么会出现在旧鞋摊就不知道了。早年间我们老家有一个恐怖的习俗，过世堂，就是把男人绑起来和头七的尸体关在一个房间里。我老家是西南边陲，加上天高皇帝远，早些年很乱，而且当时女人身份地位，嫁到男方家里会干很多体力活，经常会遭受到男方的毒打谩骂，甚至会出现被打死和想不开寻短见的。女方家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而且如果女方是自杀，报警男方也受不到惩罚，于是就有了过尸堂的习俗，就是在女子死的头七那天，把丈夫绑起来与尸体关在一个房间待一夜。如果第二天丈夫平安无事，就说明死因与丈夫无关，或者死者原谅丈夫。我那时同姓的姐姐嫁到丈夫家不到半年就上吊了，当时报警也确定死因就是自杀，于是娘家人就把她男人绑起来过尸堂。开始男人嘴很硬，就说从媳妇嫁过来从没有亏待她，见我们几个玩真的，把尸体和她关在一个房间里，气势立马就蔫了。我临走的时候还把房间的灯给关了，整个房间一片漆黑，只剩下男人和一具尸体。男人开始不断的求饶和大叫，当时半个村都能听到他的嚎叫，直到凌晨1点多男人才停了下来，就听到尸体发出咯咯的笑声，而且尸体慢慢的站了起来，男人全身被绑着不断的挣扎，尸体就飘在空中，就像吊死尸一样，一双惨白的眼死死的盯着男人。
男人开始不停地求饶，承认自己的错误。此时尸体的脖子突然变得细长，直接凑到男人的面前。男人冷汗止不住地往下流，女人就凶狠的表情一直盯着他。男人开始发出凄厉的惨叫，我和几个朋友就躲在外面偷看。我还和朋友说阿豪装的可真像，这原本都是我们设计好的。有一个朋友假扮尸体来吓男人，让他吃点苦头。就在我回头跟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就发现身后多出来一个人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。见我们几个大叫，那女人把头套一摘，就是要假扮女鬼的阿豪。我们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，阿豪在外面，那里面的是谁？反应过来的几个人全都吓得连连后退。我们几个疯了一样往外跑，等天亮我们几个再回去时，女尸就趴在房间里，男人已经被吓傻了。逢人就说自己错了，再也不敢打了。老太太突然离世，担心儿子处理不好自己的后事落人笑柄，就自己操办后事。这是发生在我老家的一件事。邻居李忠平一家4口，2口子对母亲也格外孝顺。媳妇见李忠平自己坐在桌前，就埋怨老李没喊婆婆吃早饭。老李觉得反正起来也没事，还不如让老人多睡一会儿，但还是扯着嗓子喊了几声老太太。平时就算老太太不起来也会回应一声，可老李接连喊了几声也没见回应，连忙站起身推开母亲的房门，就看到老太太躺在床上，脸上没有一点血色。老李就赶忙叫了救护车，媳妇就待在家照看孩子。本家的亲戚听到动静就过来打听老太太的病情，也劝老李媳妇别瞎想。直到傍晚家里进来一个老人，是村口的张老太。老李媳妇就纳闷，平时2家从来不会走动，就算碰面也只是打个招呼，但还是喊了一声张婶。张老太进屋直接让老李媳妇去西屋把准备好的衣服拿出来。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让在场的几个人一头雾水。老李媳妇就问张婶怎么回事，只是没想到张老太直接发起脾气，我不是你张婶，我就知道我不回来你们这点事就安排不好。这时年长几岁的本家看出不对劲，就拉住老李媳妇的手臂，让她先去西屋先把东西拿出来。果然在西屋柜子里面找到一个包裹，可打开一看，几个人却傻眼了，里面是一套崭新的寿衣。几人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，张老太走进来说了一句啥也指望不上你们。这句话直接让老李媳妇破防了，因为这句话她再熟悉不过，就是自己婆婆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这才意识到眼前的人不是张婶，可自己婆婆不是在医院吗？于是试探性的喊了一声娘，赵老太嗯了一声作为回应。老李媳妇再也绷不住，瞬间眼含热泪，浑身颤抖着身体，明白婆婆在医院再也醒不过来。接着又交代老李媳妇先去把老王家没用的棺材借过来，葬礼上白事让老刘张罗就行。说完转身就往外走。随后老李媳妇按照婆婆的要求照做，等下午老李把老太太的尸体拉回来，家里的一切都安排好了。本家的几个长辈都说老太太走得突然，但老李2口子把事情安排得明明白白，没有让外人看笑话。如果不是老太太叮嘱安排好老李媳妇，老李2口子到时肯定要手忙脚乱。这件事情在我们那边传了很多年，但事后老李2口子带着礼品去拜访张老太，他只说自己那天刚好去医院，等自己醒过来就在家啥也不知道。据说提起廊坊鬼姥姥事件，能让廊坊地区20岁以下的儿童都吓哭。老太婆在乱葬岗挖出儿童的尸体，拿回家自己当夜宵，记得点赞或者躲进阴书的安全区。事情发生在60年代廊坊河滩镇，在那个特殊年代赶上闹饥荒，李忠平给牛放了1天假，在家休息，自己饿着肚子耕了10亩土地，最后饿得实在扛不住，一到家就跑回厨屋，掀开锅盖，锅里半粒饭也没有。他媳妇听到动静就说，儿子虎子一大早去亲戚家借粮食了。李忠平饿得前胸贴后背，跟媳妇打声招呼，自己去门外逛逛。刚出门就看到隔壁邻居青山眼含热泪，怀里还抱着刚出生就夭折的婴儿，准备扔到后山乱葬岗。李忠平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要说什么。直到天黑，虎子着急忙慌跑回来，一进家就把门反锁，张口就说自己遇到鬼了。李忠平本身就饿得半死，听儿子说见鬼，以为虎子也饿花眼了。虎子喘着粗气就说，从老舅家接了几斤粮食，担心走大路被人打劫，就把粮食揣在怀里走小路。走到后山乱葬岗，感觉似乎有人盯着他，乌鸦的瘆人叫声让虎子双腿不自觉地加快脚步。突然就听到婴儿的哭泣声，回头就看到身后站着一个老太婆，怀里抱着一个婴儿。老太婆一双不怀好意的眼睛死死盯着虎子，而且嘴角竟然流着口水。虎子原本就胆小，此时老太婆诡异地出现在乱葬岗，双腿都有些发软，迈起双腿拼命地往家跑。虎子哆哆嗦嗦地讲着，担心儿子被吓出好歹。李忠平赶忙安慰几句。第二天一大早就听到外面乱哄哄的，李忠平就看到一群人围聚在一起，手里还拿着各种武器。李忠平就问带头的青山发生什么事，原来青山媳妇昨晚做梦听到婴儿哭，就说自己孩子活过来了，拉着青山去乱葬岗找孩子，就看见一个老太婆正拿着菜刀剁孩子的尸体。听到青山的大骂，老太婆拿起包就跑。
李中平就说昨天虎子也看到这个老太婆。这时村里老人搭话说那老太婆是妖精，在她10几岁的时候，无意中看到那个老太婆蹲在乱葬岗砍东西，等她走近就看清老太婆手里拿的是一截手指，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听有人说在乱葬岗见过她，每次都有尸体丢失。如今老人都90多岁了，那老太婆至少100多岁。青山这时心里一肚子的火，听不进老人的劝告，领着人就要去抓老太婆。一行人把乱葬岗找了一遍都没看见人，但在离乱葬岗几百米处发现一间旧房子。青山一脚踹开房门，屋里的物件很破，但摆设像是有人居住，而且墙上还供奉着一对童男童女，显得格格不入。但在偏房灶台发现地上散落着的骨头，一看到骨头的样子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，捂着嘴犯恶心，而且锅里还熬着几块红肉，大家心里都憋着气没处撒。最后一把大火把这间房给烧了。可没过多久，有人又看到那老太婆，等大家赶过来的时候却扑了空。我的手臂上长了10几个痔疮，村里的兽医告诉我是痔疮认错了地方，所以长在了手上。那年暑假我在奶奶家度过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手上长了很多肉疙瘩，而且止不住的痒。村里的医生只拿了一些消炎药，说是常见的皮肤病，可几天也没见效。从最开始的几个疙瘩，现在长满了手臂，而且手背上最大的好像会蠕动。我正埋怨奶奶不重视我的病情，这时院门响起了敲门声。奶奶打开门，是一个盲人老乞丐，看起来气色很差，颤抖地端着碗说是要讨碗水喝。奶奶一看这么大年龄还在外乞讨，就连忙把人搀进院里。老乞丐摆手称身上脏，就靠坐在门槛。我被老乞丐翻白的双眼吓到了，一直没敢说话，但似乎应了一句话。盲人的耳朵似乎异常灵敏，他像是看到我一样，朝着我的位置露出和善的笑容。我应挤了一个笑容算是回应。奶奶拿出暖瓶倒了一大碗热水递给他，又让他在家休息一会儿，给他炒了2个菜，说吃饱了才有力气走路。老乞丐抓起馒头就咬，奶奶还劝他慢点吃别噎着，他顾不得跟奶奶搭话，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，又喝了一大碗水，才心满意足地把碗筷放下。老乞丐吃完之后精神好了很多，再没有刚才的颓败气色，拄着拐杖艰难地站了起来，声音洪亮地说要报答奶奶。接着话锋一转，严肃地招手让我到他跟前。我似乎也没有刚才那么怕他了，双腿不受控制地往前迈。他用力地抓住我的左手，双指用力准确无误地掐住我手背上的肉疙瘩，我顿时感觉到钻心的痛。他随后露出轻松的笑容，说还好发现的早，不然再有个把月，我这条小命就是大罗神仙都救不了。随后转身说去外面找点治他的宝贝。没几分钟，他拄着拐杖又回来了，手里拿着几个杨槐树上的大刺。我看他拿着刺要扎我，顿时心里有些发怵。老乞丐安慰我忍着点，说着抓起我的手，精准地把树刺扎在肉疙瘩旁边，形成一个三角。我只感觉有微微的灼烧感。接着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瓶液体，倒在肉疙瘩上，说这是治刚治阳的赤阳水。我当时以为是什么宝贝神仙水，长大才知道原来就是童子尿。接着就看到肉疙瘩里面有东西开始在树刺内蠕动起来，没多久一个爪子直接顶破我的肉，我和奶奶都看傻了。一只甲虫爬了出来，我连忙把它摔在地上，虫子就开始跳着往外跑。老乞丐用拐杖压着甲虫，又掏出一个黑色的瓶子，把粉末倒在甲虫身上，竟然神奇的燃烧起来，甲虫被火烧得噼啪响。奶奶缓了半天就尊称老先生怎么回事。老乞丐说这是蛊虫，并且说屏幕前如果手上不想长虫子的就艾特一个倒霉蛋过来。接着问我最近有没有奇怪的人摸过我的手，我就想起上个星期有个老太太摸着我的手说好看，我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。老乞丐就说那是蛊婆用我的身体当器皿养蛊虫。我奶奶见他医好我的手，连忙要拿些钱感谢老乞丐，可等奶奶拿钱出来，老乞丐却早就走了。奶奶就说肯定是大罗神仙转世。从那以后我对乞讨的人都会有一种好感，每次出门碰到乞讨的人都会掏出兜里的零钱，哪怕女朋友毫不避讳戳破这个乞讨的是正常人，我都会一再保证下次注意，但每次遇到还会给，毕竟是救过我命的人。都说文龙不过肩，文虎不下山，观音闭眼不救世，关羽睁眼必杀人。人生在世苦难短，无论纹啥别开眼，要纹就纹美羊羊，眼睛越大越漂亮。这天阿龙的纹身店刚开门，就进来3个桀骜不驯的年轻人，一看装扮就是小混混。阿龙也听出为首的年轻人叫峰哥，左额头有一条刀疤，拿着一幅睁眼关公让给他纹一个满背。阿龙接过那幅画就是一惊，关公不仅手提青龙偃月刀，而且双眼怒睁。阿龙看了看为首的峰哥，睁眼关公绝不是他们几人能够镇得住的，就给他介绍起店里的其他图案。还没等阿龙说完话，峰哥从裤裆里掏出一把刀，顶到阿龙脸上，扬言今天不照图给他纹，今天就要店里见血。旁边的2个小混混更是嚣张要拆了这家店。阿龙也懒得搭理这几个人，明白跟这种人讲道理是没用的，就让徒弟小林给自称峰哥的纹睁眼关公像，
小林在2名小弟的注视下开始了准备工作。阿龙就给徒弟发信息，叮嘱千万不要用鸽子血开光。直到傍晚，几个人才心满意足地离开纹身店。2个小弟还大为赞赏纹身技术好。阿龙好心提醒，避免感染后背别见血。几人嘲讽地说他没中。阿龙叹了口气，也就不再说什么。可还没几天就出了事，峰哥毫无征兆地提刀砍死1名跟班，另外2个小弟被这血腥的场面吓得不知所措，连连往后退。峰哥丧失了理智，拿着刀朝着2名小弟走。老秦带着徒弟接到报警赶了过来，认出持刀男人就是附近外号叫疯狗的峰哥，在徒弟耳边低语几句，然后对着疯狗大声呵斥。2个小弟趁机转身就跑。老秦这时发现他2眼翻白，神情木讷。疯狗此时青筋暴起，面目表情狰狞，举起刀就砍向老秦。而老秦的徒弟这时从后面绕了过来，一脚踹在疯狗的脸上，飞出去几米远。但疯狗似乎感觉不到疼痛，捡起地上的刀，见人就砍。老秦徒弟回身一脚踢在他的下巴上，顺势把他压在身下，奖励他1双手铐。这时所有人才注意疯狗身上纹着满背的睁眼关公。老秦先是一愣，就觉得疯狗的行为举止跟纹身脱不了干系。回去路上，老秦就给徒弟普及纹身不可下纹的道理。图案刺进皮肤和血脉相连，如果纹花草字体是没什么，但凡一些神佛或者古代的图案，却不是每个人都能镇得住的。背得动可以帮助事业腾飞，反之则会反噬其主。